每年新加坡要烧掉整整1亿新元的电费，只为了点亮这些树。这些超级树真的值得吗？有人说它是面子工程的典范，也有人说它是未来城市的缩影。这笔钱到底是花在了美观上，还是投资在科技上？今天我们放下情绪，来好好研究这条烧钱新闻的背后真相。要知道，这些超级树其实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树，而是彻头彻尾的黑科技。无论你是觉得它让人惊叹的游客，还是疑惑税金怎么花的本地人，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来算算新加坡这1亿电费是值还是亏。第一章，超级树背后的黑科技。如果你第一次见到它，你可能觉得这就是一排用来拍照的科技封装饰品，但实际上它远比你肉眼看到的复杂。超级树的全名是垂直花园生态树，它不是树，而是一台大型机械系统。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披着树外衣的超级智能环境装置。超级树的能源系统，白天喝太阳，晚上放电。第一点必须要说的是，超级树并不完全依赖电网供电，它的树冠上装满了太阳能光伏板，白天吸收的光能足够支持晚上的灯光运转。这些光伏板每年节省的电力占超级树灯光秀用电量的30%到40%。换句话说，这些树其实会自给自足，部分减轻了公共电网的压力。环境功能，巨型城市空调和烟囱系统。再来说说超级树的另一个隐藏功能，它其实是滨海南花园区域的巨型空调排气口。新加坡全年高温高湿，作为碳中和的智慧城市，滨海南花园内部使用了生物空调系统。这些超级树通过中央烟囱结构，把废气从园区各大温室中抽出来，通过树冠高空安全排放。效果如何？不用多说，你只要站在树下就能感受到。这是新加坡城市微气候调节的一部分，让一个本该炎热的区域变得舒适宜人。垂直花园，科技加生态的结合。超级树的钢架可不仅是普通的支架，它们覆盖着超过16万株植物，涉及200多种本地与外来品种，从苔藓蕨类到热带兰花，组成一个垂直森林。这些植物不仅仅是为了好看，它们的存在还能吸附空气中的灰尘，净化湿气，为区域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样本平台。世界上能同时在灯光和生态方面取得平衡的地标，真的不多见。智能水循环，它能喝水还能浇水。你以为它的植物都是人工在浇水吗？不，超级树有一个内置的智能雨水收集系统，当降雨时，它会收集雨水，进行过滤净化，储存在地下蓄水池里，用来灌溉树上的全部植物。这是一个完全闭环的生态系统，真的很聪明吧？所以听到这里，你可能感觉这不仅是一棵树，而是一台生态与科技高度结合的机器。但你要问了，这样每年1亿新元的电费究竟值不值？我们继续算账。第二章，1亿新元究竟花在哪里？3大账单帮你算清楚。第一笔账，经济账，超级树是一台吸金机器。我们先来看最直观的效益，这些超级树吸引的游客真的可以说是全球级别的。根据新加坡旅游局的数据，滨海南花园每年游客量稳定超过1000万人次，远超新加坡的总人口。而这里面至少有1半的游客专门是为了超级树灯光秀而来。这些游客带来的不仅是门票收入，还有酒店、餐饮、购物的一系列消费。滨海南花园所在的中央区域直接拉高了周边地区的商业价值，你知道吗？靠近这里的酒店平均房价比普通地段高出30%到50%，所以仅从经济账上看，这棵树确实是又好看又会吸金。第二笔账，国家品牌账，超级树是新加坡的名片。再来看一个长期的价值，这棵树不仅是一台烧钱的机器，它还是新加坡在全球范围内营销自己的一个超级 IP。从疯狂的亚洲富豪到各种国际会展宣传片，超级树都成为出镜率最高的地标。每次灯光秀的网络视频传播量都能轻松过100万，它已经从一个地标成为了新加坡未来城市的形象象征。甚至有研究显示，仅超级树这一标志性的形象，每年为新加坡国家品牌提升的间接收益都在数亿新元的规模。第三笔账，未来账，超级树是科技的试验场。最后，我们从未来的维度来看看超级树的真正意义。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地标，而是一个测试未来城市科技的实验平台。在这里，新加坡实现了光伏发电、智能水循环、垂直绿化废物利用等各类技术的小规模整合为全球可持续城市发展，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原型。更酷的是，新加坡下一代的年轻人可以在超级树下直接体验这些新技术，甚至参与其设计改良。换句话说，它为新加坡培养了新一代热爱环保、理解科技的年轻人。第三章，结论与观众互动。看完账单之后，你会发现这1亿新元的电费背后买的其实不只是一次灯光秀，他买了一个全球级别的城市 IP， 一个引领未来的环境技术平台，还有一个让全世界都无法忽略的国家形象。它是新加坡对未来城市的一次豪赌，而从目前来看，这个赌注似乎赢了。看完今天的内容，我想问问你，如果你是决策者，你会同意建这棵树吗？你觉得它值不值得花1亿电费？一个地标应更注重美观还是更注重功能？留言告诉我，我很期待看到你们的观点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解读，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。
下期更精彩哦。